近日，隶属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的相关企业，以及莫斯科国立科技合金学院等与印度签署了关键技术研发协议，旨在帮助印度打造自力更生的金属冶炼体系。而这还只是印俄两国近年来多项合作的缩影，即使俄乌战争爆发，也未能削弱这一势头。就在去年年底，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还公开表示，将永远与俄罗斯站在一起。那么，印度为何始终坚定支持俄罗斯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其实印俄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在冷战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基石。印度与苏联正式外交关系建立于1947年4月，并且苏联方面对印度的第一次昵称也来得非常早。在两国建交仅仅4年后，也就是1951年，苏联就在联合国会议上为印度行使了一票否决权，在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印度。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更是直接告诉印度时任总统萨瓦帕里，印度完全可以信赖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方面也的确不只是说说而已，两国很快就建立了紧密的军事技术合作。这种合作后来也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得印度与苏联在地缘政治利益上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绑定。首先，苏联对印度工业以及国防体系的援助堪称规模巨大，苏联援建了印度102个工业项目，涉及钢铁、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推动了印度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印度大量引进苏联的军事装备，米格战机的引进就是典型例子。从米格17、米格21、米格机的引入，使印度空军的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在面对巴基斯坦时也有了更多的军事筹码，尤其是米格21，即作为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机长达几十年。1971年，苏联又与印度签署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其中核潜艇技术的转让是一个典型案例。印度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原型直接参考了苏联670型潜艇的船体结构，并结合苏联顾问的建议进行改进，例如耐压艇壳设计和消声瓦铺设这样的艇身降噪技术均源自苏联的经验，并且该潜艇的部分设计还融合了苏联877EKM 基路级柴电潜艇的特征，例如声纳罩和鱼雷发射管布局。这种技术引用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了苏联解体。当时的俄罗斯在苏联661型潜艇的 VM5 核反应堆基础上，为印度改造了一台83兆瓦的压水反应堆。苏联老专家直接参与反应堆设计，解决了印度因缺乏核动力舰船经验导致的技术瓶颈，例如燃料选择和堆芯稳定性问题。该反应堆原型还在于2006年在印度卡尔梅卡姆核电站投入使用，成为印度核电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苏联为印度做了这么多，印度方面也是要表示的。不过，印度提供不了太多技术援助，主要还是在外交方面声援俄罗斯。以1979年阿富汗战争为例，在联合国的相关投票中，印度站在了苏联一方，这体现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默契配合，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特殊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的底层逻辑，当然就是利益交换、各取所需的共生逻辑。印度和俄罗斯的合作主要围绕军事和能源两大支柱展开，同时在航天、核能等领域也有延伸。这种合作模式使双方在不同层面实现了互利共赢。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看一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印度延续了良好的外交关系。2000年，两国正式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甚至在2012年普京访问印度期间表示，普京总统是印度的重要朋友。此外，俄罗斯还公开支持印度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种良好的合作形式，直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也没有改变。例如2022年11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还称赞俄罗斯是异常稳健与久经考验的合作伙伴。俄罗斯方面也没有自我感觉良好，胡乱向印度漫天要价。例如俄乌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的油气资源销路开始受限，印度的坚持采购可以说是在帮助俄罗斯回血。因此，在印度表明其不会终止购买俄罗斯油气后，俄罗斯便开始以折扣价向印度提供石油和化肥，使印俄双边贸易额从之前的130亿美元增长到了2022年的270亿美元。俄罗斯也随之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和化肥供应国。印度甚至还拒绝接受西方世界的倡议，
没有对俄罗斯原油价格设定上限。至于军事方面的合作就更不用说了，像是2012年至2016年期间，俄罗斯武器装备已经占到了印度国防进口总额的 68%。 从海军护卫舰到 KA-226T 双引擎多用途直升机，再到布拉姆斯巡航导弹，印度与俄罗斯在多个军事项目上展开了合作。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从2013年到2017年以及2018年至2022年之间，俄罗斯都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当然，这也不是说印度与俄罗斯之间就没有发生过矛盾。以 T-50 战机项目为例，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就出现过纠纷。此外，俄罗斯在为印度改装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时，就收取了印度超过29亿美元的费用，这一超出预期协定的高额费用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反映出双方在军事合作中也存在利益博弈。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印度在军事合作上对俄罗斯还是相当支持的。例如2018年10月，印度还无视美国的领土对抗法案限制，与俄罗斯签署了价值 54.3 亿美元的历史性协议，采购了5套 S-400 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因为印度不听劝告，还一度威胁要实施制裁。而除了政治与军事领域之外，能源合作也是印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支柱。2001年，印度石油天然气海外公司就收购了俄罗斯萨哈林岛1号油气项目 20% 的股份，并且已经向该项目投资了约17亿美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反应过来，与印度天然气管理局合作开发了位于孟加拉湾的一处油气区块。而在后来的那几年中，两国的油气资源开发合作也维持了一个良好势头，即使俄乌战争爆发也未受影响。2022年，印度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增长了11倍，达到每日180万桶。为了促进能源贸易，印俄两国之间还建立了印度卢比与俄罗斯卢布之间的专用结算机制。这种结算方式绕过了美元，对俄罗斯十分有利，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时的汇率风险，提高了贸易效率。至于核电领域，库丹克拉姆核电站是印俄合作的重要项目，俄罗斯承担了该核电站 85% 的建设费用，采用政府贷款模式为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核能发电能力，也为俄罗斯的核能技术和设备出口提供了机会。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要求之外，太空合作也是印度极其看重的俄罗斯重要原因，因为在同样的资金投入水平下，印度很难从欧盟与美国获得相同水平的航天技术支持。那么俄罗斯为印度提供了哪些帮助呢？我们下面就来聊一聊。要说俄印两国之间的太空合作，就不该不提加干洋项目。该项目的推进离不开俄罗斯的系统性技术输出。自2019年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就为印度提供了3大关键支持。首先是宇航员培训，4名印度航天员在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接受了13个月的全周期训练，涵盖失重模拟、舱外活动以及应急逃生等核心科目。俄方还协助建立了印度本土航天员训练设施，例如班加罗尔航天医学中心。2024年，双方又签署协议，联合开发用于载人航天器的抗辐射电子元件，提升印度在太空环境下的设备可靠性。该技术已经用于加干洋飞船的导航和生命维持系统。俄罗斯还以联盟号飞船为蓝本，帮助印度优化了加干洋飞船的结构设计，特别是改进了热防护材料和对接机构。2025年1月，印度又通过 PSLV C-60 任务成功验证了太空交会对接技术。俄方在其中提供了发动机技术和轨道控制算法，可以说要是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加干洋项目根本无法成功。俄罗斯还帮助印度升级了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的发射工位，提升了火箭组装和测试效率。至于月球与火星探索就更不用说了，俄罗斯在这些领域为印度出了大力。在印度月船系列任务中，俄方先后提供了月球土壤分析技术，并为着陆器的下降发动机提供了冗余设计方案，这直接帮助印度首次发现了月球表面存在水冰，并提升了卫星着陆器软着陆的可靠性。尽管双方未直接合作，但俄方技术也间接助力印度成为首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至于火星探测领域也是类似的情况，俄罗斯协助印度优化了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的轨道控制算法，并提供了深空通信技术支持。双方还讨论联合开发木星探测器，
准备整合俄罗斯的核动力推进技术以及印度的遥感设备。当然，即使不看计划项目，只看已经应用的，两国也已经取得部分成果。例如，俄罗斯向印度提供格罗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技术，提升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通信覆盖能力。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协助印度升级了位于班加罗尔和斯里哈里科塔的卫星测控中心，引入了俄方的实时数据处理软件和天线阵列技术，提升了对深空探测器的跟踪精度。俄罗斯也通过青年航天专家计划为印度培养了数百名工程师，涉及火箭设计、卫星制造和空间科学等领域。双方还在印度理工学院设立联合实验室，开展太空材料研究。说到这里，大家想必也不会再奇怪，为什么印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顾及俄罗斯的面子了。至于印俄两国后期还会不会继续提升两国合作水平，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